大家都知道新加坡的物价很高，但是我这几天发现，在新加坡生活也有非常多元的方式。上集住了一晚要价10000元的饭店，吃了米其林1星的餐厅，好夸张哦！以及初次必去的鱼尾狮及滨海湾。那这集身为一个台湾人，在新加坡还会有什么样的体验呢？这几天在新加坡生根下来，看了很多的资料，发现最贵的并不是房价或物价，而是你拥有一台车的成本。像现在2025年，中小型的汽车用车证就要新币8万5，大概200万台币，哇，很夸张哎！这次来新加坡刚好遇到宾士的车展，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宾士在新加坡一台要卖多少钱？哎呦，出现了！我看一下有没有比较熟悉的价格哦，这个。GLC 200这个，哇，318888。我记得台湾可能200、250、260，但是我刚才算了一下，如果在新加坡买一台 GLC 200的话，一台台币775万，再加上一个标牌，那不就来到了千万名车吗？哇，太夸张了吧！所以我就在想，坐计程车的话，是不是也贵到吓人？反正我们吃了一盘1500块的炒饭，住了一晚1万块的房间，还跟你坐地铁去跑景点，是不是？好，我们现在就来叫车看看。整个价值观崩坏了。OK， 我们叫的车来了。没想到到了第3天，实在没有办法住这么贵的饭店了，所以离开新加坡的前一天返璞归真，由奢入俭，连叫 Grab 也没有其他附加费。开车不到10分钟，就从乌节路的都市绿洲切换到小印度的缤纷色彩，好像直接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在这里，计程车会有一些额外的附加费，为了是在这个地狭人稠城市里面解决交通堵塞的问题。刚好我们这次呢没有加到任何的附加费，我们这样一趟12分钟的车程呢，只花了250块。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便宜耶。刚刚呢查一下资料，这个计程车的附加费有超级多，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第一个呢，就是高峰时段的附加费就要收到25%，然后呢还有到市中心的附加费，假如说你从下午5点至晚上12点到市中心的话，你就必须多支付3块新币，或者是特定的地点的时候，你也要支付附加费。就假如说像是樟宜机场或者是金沙或者是圣淘沙这些接载点都是需要加钱的。最贵的就是午夜的附加费，就是假如说你半夜突然想要坐计程车，那就会加到50%。假如说你这个车程是100块钱好了，那你就要等于说你要付到150块，是蛮多的。就假如说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比例，半夜突然想要跑去圣淘沙踩沙踏浪，那你就要付很多很多的附加费。到底谁半夜会跑去圣淘沙？可能就觉得想要突然浪漫一下的人，我带你去圣淘沙一下。这些资料是在网络上面看到的。那如果有什么错误的地方，也可以在下方跟我分享。因为呢，明天就要离开新加坡了，于是我们换了一个饭店去体验看看一个在地的感觉。我们现在位于的呢就是小印度这个地方，带大家run tour。旁边呢就是简单的开放式衣柜。我第一次看到冰箱竟然是放在台子上的，节省空间是吗？不知道。吹风机 OK， 简单的一些茶包、咖啡杯等等之类的 OK。 然后接下来就是到我们的房间，是2张单人床的房型。单人床呢，这个感觉这个单人床就比较小一点点，但是呢，哇，这个景其实也很可以耶。可能是以前新加坡在地的一些红砖屋瓦。是红砖屋瓦吗？不是，是红色的屋顶。对，在这一区，你看一整个平面看过去，其实也蛮可爱的。觉得这个景很赞，旁边一圈的高楼，中间一区的观光景点。然后呢，这个房间因为一触可及，一眼望过去没有什么可以介绍的，然后我就这样。但是我觉得它整体的空间感觉呢还不错。接着就是厕所的部分，小归小，但是也是应有尽有啦，就是洗手台、马桶，然后一些小备品、毛巾等等的，然后淋浴的空间，
我发现这个 Garden Inn 好像不喜欢做干湿分离，它的门都喜欢给它省起来哎。对，至少呢它是莲蓬头的，我就觉得还 OK 了。在这个寸土寸金的新加坡里面，有这样子的空间，这个地方一个晚上要价5500多块，你觉得值得吗？下方也可以留言告诉我哦。上一集有很多新加坡朋告诉我们说要去小贩中心，小贩中心，小贩中心，这不就来了吗？今天呢，我们来到这个麦士威站。那个麦士威站呢，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牛车水，也就是 Chinatown。那为什么叫做牛车水呢？就是因为以前他们都是用牛车来载水给这边人做使用，所以就是引用这个名字叫做牛车水。然后在这边呢，就是有蛮多，就像刚才我们到的这一站就是麦士威。那麦士威有什么呢？当然就是有那个熟食中心，大家都很熟知的，里面就有什么就是天天海南鸡饭，对它这个名字呢久仰大名。我今天呢晚一点就要来吃这个非常知名的天天海南鸡饭，我非常的期待。所以我先来看一下这个牛车水有什么好逛的地方、好玩的地方。前面这边是超可爱的，我觉得这个房子很可爱耶。然后这边就是有那个庙宇，就是蛮中国风的感觉。好可爱，而且今天天好蓝哦，好漂亮哦。OK， 我们来逛一下。然后这边就有很多很在地的红包。哦，它这个是姓氏红包，就假如说你姓什么，你就可以买你的姓氏包红包给人家，也蛮有寓意的啦。你可以不用写名字，我姓陈，我就包陈；我姓毛，我就包毛。对。我姓什么就包什么，好酷哦！而这边蛮多那种伴手礼小物，你喜欢什么就可以在这边逛啊、买啊之类的。然后这边就有那种小吃的店，吃一点小东西。这个是什么？咖喱饺哦，米其林咖喱饺。新加坡销量第1的米其林咖喱饺，这就看起来很好吃啊！这房子都超可爱的，五颜六色的。在这个牛车水有超多这种画作的壁画，我觉得很酷，就是可能反映当时这边的一些景色光景。超可爱的耶！来到牛车水呢，就是要来这个麦士威熟食中心。然后它的熟食中心其实就是跟台湾那种夜市美食一样的存在，就是这边有非常多道地的美食，然后道地的餐点跟小吃等等之类的。但是比较不一样的是啊，他们这种熟食中心、小贩中心都是政府设立的，就是他们就是希望给国民有一个便宜实惠的价格，可以吃到好吃的食物。然后所以我们这一站就来到这个麦士威熟食中心。这个麦士威熟食中心呢，可能并不是最便宜的地方，但是它绝对最有名，因为它里面有一个超级必吃的，就叫做天天海南鸡饭。今天呢，我们就是要去吃那个。好，看一下价钱，可是它就是有很多像是那种3块、4块、5块的都有。看一下，找到了，天天海南鸡饭。现在呢是下午的5点多，还是一样要排队。看一下这个排队人龙到底有多夸张。噔噔噔噔噔噔噔，还好，还可以，这个应该排一下就到我们了。来到麦士威熟食中心，我们点了这个非常必吃的天天海南鸡饭。它这个海南鸡饭啊，就算现在是下午5点而已，就已经要排队了。
哦，排到我满身大汗，我就觉得说，大家来这边吃饭的人真的是必须要有一点冲动，对，里面超级闷欸。然后我就点了一个，这是中，还有分大中小，这是中等的，然后它是6块新币，等于147块台币。然后我旁边呢，因为太热了，我就买个椰子，这椰子水呢，台币85块，但是我觉得差很大，走多大？比我的脸还要大啊 ！OK。来吃这个我期待已久的海南鸡饭。我先算一下，1、2、3、4、5、6、7、8，总共有8块肉。哦，它的鸡好嫩哦。哦，它的饭呢是有一个鸡汤味，对，有可能是它的那个秘方。对。哎，我刚才发现。那这个麦斯威熟食中心里面有超级多长得像天天海南鸡饭的糖棒，所以如果大家来的话，不要看到蓝色就冲进去，它有可能叫做某某海南鸡饭，对，天天开心海南鸡饭之类的，反正就是我就看到，奇怪，怎么那么多蓝色招牌？它是换名字吗？就不是，它就叫天天海南鸡饭，蓝色招牌，它就是那个而已，好不好？没有其他的。我要饭很厉害，很好吃。然后鸡呢很嫩，所以你这个海南鸡饭刷卡有加钱吗？没有哦，我刚买一杯饮料，他说要加0.5毛。哦，是哦，但是我发现呢，我从来到这边已经第28、29第3天，我还没有去换钱，就觉得这边的行动支付还算是蛮通用的，连我点这种在地美食的海南鸡饭也可以刷卡。我觉得这个天天海南鸡饭呢，它的鸡滑嫩多汁，香气十足，非常的好吃。对，尤其是搭配它这个饭绝对不是一般的饭，它是有鸡汤的饭。我本来刚才还想说，我点鸡肉就好了，不要饭了，不行，我老破音，就是一定要点饭。对，饭是精髓。而且我刚刚看很多的在地人啊，都来这个市场买完就外带回家吃。所以也不是说是观光客才来的地方。对，有可能就是他们也会来这边买他们的晚餐。哇，路上有一只鸡耶！还要去做捷运吗？在制作影片的同时，上集有观众留言，很多人说新加坡就连水都贵爆了，然后都去 Seven 看。咦，在说我吗？以观光客而言，当然会以方便为主。那究竟在超商一瓶水到底要多少钱呢？这样子，600ml要3块新币，70块。可乐、运动饮料大概也都是90块台币。但身为一个爱逛超市，我发现很多价格确实比超商便宜了3、4倍啊！我觉得在新加坡这边，很多都有这种屋檐，然后又搭配灯这样，所以在这边走路，不管是白天或黑夜，都感觉很 chill。而且因为他们这边就是蛮热的，然后做这种屋檐的话，就可以增加一点防晒的一个功用。然后一个人走在这个屋檐底下，也不会觉得很恐怖，就感觉格外的安全。空中美女教室吧。对，然后到处都有树，到处都有绿色草地，哇！然后在那边悠闲的走路，就是每一天的走路都是搭配着这些环境在走。车子呢，也其实蛮少的。来到新加坡必吃的雅坤，它是非常在地的美食。它的开业呢是1944年，感觉蛮久的哎，新加坡必吃的嘛。然后我们就点了这个雅坤的咖椰吐司。哦，这外皮好的，酥酥脆脆，加一点焦香。然后呢，咬下去之后啊，因为它这边有那个牛油。所以会有一种冰凉的感觉，有点像是那种冰火锅的那种感觉。吃起来呢，有一种椰香跟甜味，然后可以搭配这个半熟蛋。
加上蛋球蛋之后啊，整个口味上更有层次，因为它就是让你有一种湿滑的感觉，还蛮特别的。而且它的面包不知道是怎么做的，就是它好特别，它就是那种它的烤到很酥很焦香，但是它不是那种超灰辣的感觉。外面看不太出来。对，然后感觉它是长这个颜色的，但是它就是那种你知道有那种吐司，它烤的超灰辣，很臭，就是会有那种苦臭味，但是它是有点像饼干跟面包的 mix 吧，然后加上这个必喝的咖啡，哇，好小的汤匙哦，好可爱。这感觉，这个呢，就喝起来就是香醇浓郁，就带一点糖，但是不会太甜，跟这个一样，有一点焦香。这个咖椰吐司搭配这个咖啡，整个就超级搭。是我们前阵子有到吉隆坡去，我以为这个那种咖椰吐司吃起来是一样，但是我觉得好像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喝起来口感，那它这个奶油看起来蛮脆弱的，但是它也给你小小份而已，就是让你有一种小确幸、幸福感。点了这样一个套餐，是6.3块新币，大概等于150块台币。而且来吃洋葱、喝咖啡一定要点热的。为什么？因为我刚才一进门，他们在地人全部都是点热的，所以一定要喝。拜托，现在超级热，好不好？在地人都喝热的。这次来新加坡还有一个必去的就是来收集环球影城。现在呢，我们来到在新加坡也超级有名的松发肉骨茶。我点了一份大份的松发肉骨茶，这样价格呢是11块新币，大概等于台币267块。然后我刚才看了一下啊，它大概有5块肉脯，然后我觉得哇，这个分量很足够267。然后我们还要再点一个猪肝猪肠汤，是8.5块，然后大概换算起来是207块。哦，这个肉骨茶带有一个非常浓郁的胡椒香气。就喝下去，新加坡的那个肉骨茶喝下去都会有一种辛辣感，就辣辣的，先到你的喉咙润一下，然后后来呢，就是会有跑出那种蒜味，然后会有一点回甘的味道。上次我吃过那个雅华的那一间之后，我就知道说点这种呢就是要配饭啊，或者是点油条，所以我们还有加点一个饭，然后这个饭呢大概1点多块，大概就是20-30块台币。上次吃过之后就觉得它非常的下饭，所以我这次有点一个饭这样。我觉得那个松发的肉啊也算是还蛮软嫩的，吃那排骨的时候还是会有带一点虎香跑出来，我觉得还也是蛮好吃的。然后我放下去泡饭之后，吃起来就是会有一种胡椒的温润感，就是会中和掉那种胡椒的辛辣味，但是它就是还是有带有那种胡椒的香气，然后整个综合起来真的非常好吃，就是可以一口接一口这样吃。我觉得它也是不会腻，就是我觉得再来一口。这真的分量算蛮多的。它的排骨炖的非常软嫩，轻轻咬一口啊，它就直接骨肉分离，真好吃。这个嚣张不失礼貌的微笑，像是荣获8年的米其林必人推荐，可以啊。吃完了松发肉骨茶，我们两个人随随便便就吃了800多块，总共835块。它这间呢肉骨茶大份的比小份划算，因为我们只加了2块，2.4新币就多了2块的肉。所以我觉得蛮划算的。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油条比白饭更适合。大家都知道新加坡的物价很高，但是我这几天发现，其实如果在新加坡生活也有非常多元的方式。如果你很有钱，你可以在这边开豪车，吃米其林餐厅，享受这世界级的体验。但是如果你没买车也没关系，这几天下来就觉得说搭地铁也很方便，而且没什么人然后路上啊也有非常多就是公车的路线或者是走路的步行道，就是走起来也是还蛮舒服的，就是有那种遮阳的啊什么
都是规划的还蛮好的。而且如果你刚好这些路线不是你所想要的，搭计程车我觉得价格也才算合理。如果你想省钱也有办法，但是像是我们第一天刚到这里的时候，想说买瓶水去到 7 发现也太贵了吧，然后后来呢有去到一些当地的超市，就发现其实直接便宜了3-4倍。像是他们政府为了要给人民一个保障，就是除了盖这么多祖屋以外呢，他们在祖屋的区域里面还有很多的熟食中心或者是区域的熟食中心，让本地人能吃得饱，就算预算有限呢也有经济实惠的选择。唯一省不了的呢就是酒，就是如果你想买醉呢还是很贵啦，他们都是以酒精浓度的多寡去做一个标准，所以如果想买醉还是得多掏点钱啊。所以说在新加坡有钱就可以过得很滋润，没钱也有省钱的方法，就看你怎么选。我是酷妈妈，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拜拜。